来到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光，我是乡里 Sandra。在未来银行里面的金库现金很多，各位呢用你们智慧来提领现金。是的，今天主题是智勇双全的运动达人之战。哎呦，好，那我们首先介绍是黄佑明，你好，医师好。哇，嗨，大家好，本业是医师啊。对呀你本业是医师，是皮肤科医师。可是我们今天主业不是讲的主题是运动达人啊？对，医师为什么在这里？因为我本身平常有在做一些重训的习惯哦，然后号称是最会健身的皮肤科医师。医师干嘛这么谦虚？可以，行长，我跟你报告，他是得台湾先生健美锦标赛的第6名，那不是开玩笑，还比赛得名哎。哎呦，但是我从黄医师的西装可以看得出，他底下体格很绷，很健美。那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比方说病患有点失焦。有啊，就是有时候在帮患者治疗的时候，他会忍不住，有被患者问说：“哎，可不可以摸一下你的手臂？”直接提出哦，他知道你在健身，还是单纯的就看你想摸？不是，他看了觉得好像就是白袍有点紧绷，还是白袍，还是白袍，你已经把2个袖子都拿掉，像穿成这样。我觉得我要是去看病的话，我会说：“医师，你在外面有没有教课？我们想请你当我的教练。”是啊，要来，体力一定要嘛。当然要有。欢迎，来陈雅玲，你好。好，大家好，你好。热衷体育的一定会看，像我们每天晚上回去一定看。对，直男嘛。早期比较怀念是什么？哒啦哒哒啦哒，没有？那个频道现在也不在了，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体育频道进驻了。对，现在还是因为台湾现在林书豪嘛回来当直男嘛，那大谷翔平现在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又是当红炸子鸡啊。对，谢谢雅玲，谢谢。介绍哇，这一位你的老师，我的老师。大家想到，你为什么找那么漂亮的老师？不是，因为我们那种年龄也不能找硬的，我找馆长会被他打死。先说教什么吧？拳击啊，拳击。我跟他练拳击，来刘宇喽。瓜哥，不是瓜哥，那个行长啊，行长，你怎么不觉得我今天站在这个列表这一列里面很奇怪？不会啊，真的假的？你才是运动达人，你看你这个身形。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已经很厉害了，又考到证照了，对不对？啊，现在她以前是跟老公打出名的。哪部分打？以前。他说以前我认识他，以拳打。你想他模特出身的，怎么会变这样？对不对？好健美哦，娇柔的，走伸展台的，上节目的啊，我怕，不是上节目我怕。现在是我碰到他，我怕。怕被拳击教导，那个不是行长上课都会怕，对，他都会害怕。对，我很想练拳，因为练拳可以练反应嘛。对。你是在学跳舞是不是？还有面部的管理表情，不是，反应很重要，反应会变好。对，所以有什么跟他好好学一下。你考的证照是什么证照？国际的拳击跟泰拳证照。泰拳那个脚踢，他是踢到棒球棍的。对，棒球棍。对，所以我们要磨胫骨。对，就是那个胫骨要踢到没有感觉，就踢什么都不会有感觉。他现在另外一半已经坐轮椅了，太可怕。没关系，事业上赶快找这一位物理治疗的汤明德，欢迎院长好，乡里好，对，而且物理治疗非常的兴盛啊，而且才是可以科学的感觉。你知道我在外景常常受伤，有一次外景我跟郭忠搬那个100多公斤的轮胎，不是我们俩故意去翻嘛，结果我是没有。我去翻轮胎没有这样，对，要这样。闪到腰，你的腰是一下子起来的时候，我可能做样子这样而已。对，当时不怎么样，坐高铁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动了，对不对？很容易走位啊，很容易。对，一个用力这样。那不是开玩笑的。现在看的呢，应该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多。运动伤害类型非常多，它包括有健力、健美，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还有就是像，台湾现在其实除了刚才讲的篮球之外，其实那个还有足球，他们有很多足球俱乐部在台湾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外在台湾也有一些特别的足球。像那个有一种叫 Gaelic Football。那这种足球也是在台湾的外国人其实也非常非常多人在踢。那院长自己也有写书啊，如果对于物理治疗呢想要更加了解一些细节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谢谢。对的。
接下来介绍是尤淑婷，你好。嗨，小帅哥。尤淑婷常常是我大集合的常客，也是过关机器的啊。怎么说过关机器？就是很厉害，游戏很厉害啊。就是今天来上这节目，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暴露我这个知识的。别这么说，对，别这么说。那淑婷是自己有拍影片，对不对？教大家什么？对，我自己有一个 YouTube 的瘦身频道，在上面就是拍一些可以让大家跟着影片一起在家运动，主要都是瘦身啊，练一些肌肉的线条啊，这样子。我去马上看。来，欢迎5位，欢迎大家。介绍2位专家，超人气新闻主播沈景阳主播，主播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健美运动营养师杨晨桦营养师，观众朋友大家好。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存款争夺战，乡里请讲规则。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5万元的奖金，要怎么累积存款？一个答案等于2000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那5万元要抢完为止哦。OK， 来，马上 Sandra 请出题。爱运动的女生真性感。根据网络大数据的调查，女性最喜欢的运动前10名有哪些呢？这题呢是由沈景阳主播来举圈或叉，请抢答。右敏，瑜伽，瑜伽对或错？正确解答。有的。请2000。压力，重训核心运动。重训对或错？没错，重训排在第2名。第2名，请加2000。雨柔，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对或错？答对。来，请加2000。您的，游泳。游泳对或错？答错，没有这个选项。我以为有游泳有吧？不在前10，以前可能啊。冲浪。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海边可以给很多人看，穿的比基尼啊什么的。女生冲浪对或错？答对了。没有游泳，有冲浪。而且那个泳衣要穿的，差一点就是要泳衣要穿到那种对高叉这样子。根本就现在很流行连身，但是很性感，它就连身，但是到高叉。穿那个去游泳池可能会比较有点怪怪的原来是这样，你的逻辑。对，加2000。右敏。我受雨柔的启发，我要猜拳击。打拳对或错？没错，瓜哥最爱的拳击。来，请加2000。压力。踩飞轮吧，踩飞轮或骑车。要选择一个踩飞轮嘛？踩飞轮。踩飞轮对或错？答错了。错。没有。来，雨柔。登山。登山对或错？答对，在第10名。有的。来，请加2000。我看现在很多女生都拎了背包去登山嘛，对啊，什么小猪啊、黄沐妍啊，都会，还有那个什么谢欣啊，他们，对他们都会。应该慢跑吧，大家应该都喜欢跑。慢跑对或错？没错，慢跑排在第1名。哦，真的？慢跑是多慢啊？就是没有很激烈的这样慢跑，或者在外面这样慢慢公园，可以放空啊，想事情啊。来，加2000，第1名的慢跑。第1名匪夷所思哈。对啊，来右敏。刚有讲过山了嘛，对不对？对。我知道很多女生现在会去学潜水。答对。有潜水没有游泳？有潜水，有潜水还拍照，潜水也可以露嘛，对不对？来，请加2000。女生。雨柔。女生还可以网球。网球？网球吗？网球对或错？正确解答。有。请加2000。剩最后一个了。还有啊，滑板这种算吗？常常看到人家就是穿着很漂亮的那种短裙，然后在玩长板的那种滑板，好像现在很多正妹喜欢。没有滑板，就在路上那种滑板。滑板对或错？答对了。对，真的是哈。是哦，加2000。我刚刚10个都抢完了嘛？对，你刚刚想的就是这个吗？不是，我讲高尔夫啊。哦，高尔夫有。他现在不是很多人女生在打高尔夫？对，衣服买的都漂漂亮亮，对，然后这样一甩，那小短裙就这样，对不对？长袜。你要补充什么？
我讲一下前3名的部分，分别是慢跑、重训还有瑜伽。那刚刚 Sandra 问到，就是说为什么游泳没有？我推测应该是游泳它是比较属于单一一点的运动，就你可以想象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但是包括像是潜水，还有刚刚讲到的冲浪，这2个是比较需要有点挑战的。那尤其在冲浪的话，它其实可以训练到全身的肌肉，然后1个小时可以消耗360大卡，也是很好雕塑身材的选择。是这样子。接下来这还有3万块要继续抢了。是。接下来由杨成化营养师来举圈或叉，请出题。168断食法是现在流行的饮食法，请问还有哪些特殊的饮食方法呢？请抢答。哦耶！生酮。什么？生酮。生酮饮食对或错？答对了。来加2000。明德。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对或错？没有错，也是特殊饮食。加2000。请解释一下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的话，它最主要是强调我们知道的好的橄榄油，还有豆类的制品，还有蔬菜。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橄榄油的单元不饱和的脂肪酸，然后还有鱼肉，然后还有这些豆类、蔬菜的一个摄取，让身体的像是胆固醇或者是血脂之类的情况会再更好。这个已经是非常久的一种饮食方法了。尤淑婷，得舒饮食。得到舒服的饮食，因为这个是我妈妈我奶奶去看医生的时候，因为我奶奶有高血压，然后医生跟她说，吃这个好像是专门就是否高血压的患者要这样子遵循这个方式，但我没有实际的操练过，所以我也不确定它是怎么吃，但是我对这个很有印象，因为很好记。好，得舒饮食有没有？答对了，没有错。哇，你加2000。得舒饮食，他讲是高血压患者吃，一般人呢？比较是建议在高血压患者上面。那因为呢，它比较针对要高钾，然后高镁，还有高钙，这3个都是对我们的血压、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然后还要就是限钠，也就是1天的钠在2400毫克以下。对，希望他的血压不要就是一直在很高的地方，其实对心血管或突发性的中风啊，都是瞬间来的危险，这是很我们希望去避免的事情。来，佑明。我自己有在用的是碳循环或叫高低碳饮食，没有错，这是健身的人很常的。对啊，来，请加2000。压力。我在看过一个电视，有一个医生现身说法，应该是宋医师吧，211，他说2份蔬果，1份谷物，1份蛋白质。211，对或错？也可以算是。来，请加2000。该你了。低糖饮食。有的。你加2000。高蛋白饮食。对啊，没有错。有的。请加4000。刘淑婷。我听过一个叫1212，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因为168很难执行，你只有8个小时内可以吃东西，所以它有一个放宽标准，就是12个小时内给你吃，12个小时不吃东西。1212，好像是1212饮食，放宽了，不是很确定，是对不对？也可以算是12饮食，还是用时间去抓断食的时间，就12个小时可以吃，12个小时不吃。对，那很容易啊，你就睡12个小时就好了。谁可以睡那么久？这么激烈啊？对，以前是888比较难。对，888有听过。168嘛，对不对？好，接下来加2000。破万了。佑敏。无麸质饮食。无麸质听过。因为很多身体发炎的人。可能是对麸质过敏，所以就会使用这种饮食方式。无麸质饮食对我错？对，没有错。好的。但很难执行吧？其实它要避开的东西很多，很难啊。面包啊，饼干啊，甚至是包子的那个面麸也都是全部都是。有的最好吃的吧？有的更严重，连燕麦都要。讲一讲都饿了。来，压力。刚刚有讲过低糖吗？有讲过。是。素食减肥，素食饮食吧。素食减肥法。你说吃素的，对，纯素，不是那快的素食。不是素加菜啦，哈，对或错？素食饮食法比较不像特殊饮食。像特殊。还有一个，对，鱼肉。还有一个好难呐。哪一个？先不来讲。不是有一种断食是好多天不吃吗？你说7天不吃的，那加拿大枫糖的呢？我看过以前有人那种断食，就是只喝枫糖。对啊，只喝枫糖，我是听说只喝咖啡或水。咖啡我有听过。黄蛋咖啡啊？对。来，对或错？
确定是防弹咖啡吗？没有，就是只喝一些益生。好，来，你整合一下，你就是断食嘛，就是不吃。流质，只喝流质，只喝流质，对或错？流质饮食有。流质饮食。您的，有一种是，我记得名字好像叫原始人饮食，就是说其实吃就是吃，尽量是圆形的食物。圆形，我以为是。来，对或错？没有错，有这种饮食法。来，请加2000。就完全不碰那个加工的东西嘛，对不对？加工或是精致的东西，好，谷类也不碰。低糖讲过，低碳应该还没讲。刚刚讲碳循环，碳循环是健身人士在遵循的，就是高碳、低碳，分别是运动强度的是吗？低碳是好像大部分女生都喜欢，就是我吃很少的碳水，就好像可以比较瘦，因为大家觉得低碳饮食啊，对，低碳饮食。哎呀，因为碳水很重要。低碳饮食就跟低糖饮食是一样的。低糖低碳重复了，同一件事。来。我有听过一个减肥法叫梅约诊所减肥法，它其实或叫绿红黄灯减肥法。它把食物分成红灯区、绿灯区跟黄灯区的食物，然后鼓励你多吃绿灯区的食物。比如说我吃一样的热量，都是比如说一碗的花椰菜可能跟一点点巧克力一样的热量，那我就都吃花椰菜，我不要吃巧克力。是这样的，但它有宝典吗？不然我哪知道怎么看？会有，我记得有一些食物建议这样子。其实营养师应该是这方面的专业。对，我说，对，梅约饮食法有。梅约饮食。梅约哦，对，梅约饮食法没揪了，没有合约，没揪。怎么还有？这梅约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私人诊所啊，是这样子。他们还有自己的期刊。是，好，请加2000，还有6000，还有3个名额啊。可以的，想不出来，你可以的。大家抢完了，不能下班哦。有一个很简单，来倒数吧。该讲的都讲完。来打叉，来，您的。也没有了，有吗？特殊饮食都讲完了。倒数。节食，直接节食，对或错？节食，它不特殊，它就是节食。对，又名。我自己还有用过的一个方法叫52断食。52断食，5天吃2天不吃，但这个是有点极端。5天吃2天不吃，52断食对或错？都断食法，也算是有。你选择有一种52断食，它是7天里面挑2天，它的热量只有吃到500-600大卡啊，不是真的不吃。对，但500-600大卡那2天是特别低。如果像黄医师这样的话，一天的基础代谢大概至少就要1700-1800。是。对，所以就是那2天特低，其他的5天是正常。然后尽量不要同时，对不对？不要连续2天，不然的话身体负荷不了。我有听说过这个。来加2000，还有2。继续。好，请补充另外2个，还有吗？那如果另外2个比较有医学的上面认证的话，我们还有刚刚有讲过德叔了嘛，对不对？那还有一种叫做麦德饮食。麦德。对，麦德饮食它是地中海饮食跟我们刚刚的德叔饮食2种去做结合的饮食法，而且它比较主要在倡导的是它帮助我们的脑神经的一个避免它的受损。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诉求是在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个饮食法，应该大家都以前就已经听过，叫阿金饮食减肥法。阿金医师也是来自于美国。那他的提倡的话，就是在蛋白质肉类的部分会特别高。对，这是最早的算是高蛋白跟生酮饮食的始祖来源。是他。好，没关系，还有4000块，我们还要讲。接下来由沈景阳主播来举圈或叉，请出题。花大钱买电器，却发现好少用，超后悔的。根据网络的票选，最不实用的电器前10名有哪些呢？请抢答。尤淑婷，先抢就对。好，按摩椅吧，因为
我的印象，我给妈妈买了一台按摩椅，好像从来没有做过。按摩椅对或错？答对，很多人家的按摩椅都变成杂物堆放区，挂衣服的地方。没错。来，请加2000。按摩椅现在不便宜耶，一台好一点20几。我那天看那个20几。小资的是5、6万啊。那个玄彬做的啊，里面还有音响什么空间，但是你旧的可以去底价了，而且加上周年庆，对。就打起来，大概你10几万就可以买到。你可能以为你很爱按摩，自己买一台按摩椅在家，可是真的很少做。对，来佑敏，果汁机或豆浆机这种东西。打果汁、打豆浆。因为我买了都没有在用。对或错？答对。果汁机因为有时候它太难清洗了，所以你反而就是之后就不太想再继续用。来，请加2000。这题只用2个答案，我们以后再用好了。是的。我们就不用再解释其他的了。那我们5万块也抢完了，请宣布他们的奖金。目前呢，佑明16000，雅里4000，雨柔12000，明德6000，舒婷12000。是，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乡里，请讲赢者全拿的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喽。那每一轮留下最后那位可以把账户里面累积的金额全部灌给自己。对，来，总共进行3轮，第1轮请出题。按摩可以有效消除运动后肌肉紧绷。研究指出，什么时候按摩会让疲劳恢复效果更好 ？A. 运动后立刻按摩 B. 运动当天睡前按摩。请作答。我们复健师会讲半天，是最后才答。这个理论是这样子哦，因为其实基本上我都跟我们的客人或者我们的讲说，其实睡前按摩就可以，因为其实有时候刚刚运动完之后。那比如说像大家打完高尔夫球啊，大家就是洗澡去吃饭，没有时间按摩。那所以其实是最少，因为他避免他们今天就完全就是睡着就没有再按。所以他至少跟他讲说睡前按就好。可是其实后来为什么选 A？ 因为其实我在想到他的逻辑应该是想说，运动完之后它可以帮助他的一些废物的代谢。所以我觉得他的逻辑可能是，所以我来选 A， 马上按。对，运动后立刻按。可是谁运动后会立刻按啊？有一些场边的。不是，我说打高尔夫的打完之后，就洗完澡就聚餐喝啤酒颁奖了。对啊，最佳什么奖，所以就开这个会。可是除了高尔夫，还有很多其他类的运动。正确答案是。运动后立刻按摩，已经有研究证实啊，运动后的按摩可以让我们的肌肉解除这个紧绷哦，让它可以恢复到本来的长度跟弹性。那实验发现呢，按摩对于剧烈运动之后的迟发性的肌肉酸痛很可以改善哦，而且可以加速你肌肉力量的恢复，还可以降低发炎的反应。那说到时间点也不太一样，最有效的就是按摩，运动完之后马上按摩。那如果延迟按摩，所谓的延迟按摩是运动48小时后再按，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不过说真的，延迟按摩又比没有按更好。有按总比没按好。对，所以时间点呢可以抓一下，但是有按总比较心安啦。对，迟到总比没到好。对的。请加5000块。下面一题，请出题。约会想要有好肤质，可以敷个面膜，但怎么做反而会伤害脸部肌肤呢 ？A. 每次换不同面膜 B. 敷脸前先去角质。请作答。哎呦，只有一个人答案不一样，尤淑婷选 A， 来，每次换不同面膜，请说。我这辈子没怎么在敷面膜的，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去角质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啊，就是你把它毛孔都清干净之后，然后敷上去之后，就会让它吸收的更好啊。但是感觉换面膜是，这应该问女生的，因为可能角质去完敷面膜才会吸进去啊，不然你角质在上面，你敷面膜可能。可是角质要有一定的存在，你就把它去太干净，一直去角质其实是伤害皮肤。对。而你换不同的面膜其实也还好，它就是功效不一样而已，大不了吸不进去嘛。对啊。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敷脸前先去角质。我们想想嘛，这么多琳琅满目的面膜，就是因为功能不同。对。那我当然每一次我今天想要加强保湿，或者我今天想要加强紧致，当然每一次换不同面膜是没有问题的哦。而反而呢，如果你去角质过度去角质的话，你的肌肤的天然屏障会受到损害。那这个时候再敷脸的话，其实是不太 OK 的。好，请到旁边休息。加4000、9000了。下面一题，请出题。研究指出，不良饮食习惯容易间接导致人类死亡。请问哪种不良饮食习惯导致亚洲人致死率最高 ？A. 吃太多盐 ，B. 吃太多淀粉。你作答。通通选吃太多盐了。因为我之前住过新加坡，就是其实亚洲人洗肾的比率是相当高，就是他们平常重口味，对，多油多盐，就是导致洗肾的比例变高，所以我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推理了。太多盐还有滥用药物也是。对，来佑明，我觉得如果要比吃淀粉多，我们好像会输西方人。对，马铃薯什么的，他们的那个 portion 都每一份都很大。对，那汉堡特制汉堡，超级大一个，意大利面什么东西啊？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吃太多盐。根据呢知名的医学杂志有研究指出全球死亡人数1/5的死因跟不良的饮食有关，其中呢钠摄取过多呢就是其中的致死率的原因之一啦。而亚洲人我们就知道，我们钠含量的东西有吃很多，因为我们喜欢吃重咸，那味道要有我们才有感觉，然后我们又很喜欢吃外食，那外食的东西当然很多东西加的比较凶嘛。那个不加咸啊，怎么叫做外食呢？对啊，跟家里一样的，何必外食？对，这个外面餐馆子就是重咸重油重，才会吸引你去吃。然后你吃完之后回来会口干舌燥，那有可能都是钠加的太多了。那你钠吃太多的话，你对你的心啊、肝啊、肾啊跟脑其实都是不好的。好，13000喽。下面题请出题。2024年巴黎奥运如火如荼，请问下列哪个奥运正式项目其实原本只是表演项目 ？A. 网球 B. 篮球。请作答。好难啊，这题，各位运动达人。看起来都很像正式，但是有一个它只是表演项目。AABB 有淘汰2个喽。雅里，请说，您是主播吗？哇，这个因为这两个运动其实历史都蛮久的，那网球的历史又比篮球更久，可是我的记忆里面，网球被列入奥运正式项目好像比篮球要晚。对，可能我记错了。所以你就认为网球过去只是表演而已，后来就列入正式比赛。雨柔呢？但是我的印象中，我记得奥运的篮球都不会派国家最厉害的选手去打。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它其实只是表演项目，并不是正式项目？对啊，以前最早哪有什么 NBA 进去打？对。后来老是苏联拿冠军，美国就有点有点生气，是，就于是就派那个职业篮球。对，谁打过？可是现在 NBA 不谨慎也不行啊，全世界都有 NBA 球员啊。现在这 NBA 赛季一结束到奥运，很多国家都是 NBA 的，也不好打。对，也真不好打。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网球。其实网球呢，它本来是表演项目那在奥运里面呢，有一些是本来是表演项目，后来才纳入正式比赛的，像是网球啦、棒球啦、轻艇啦、排球啦、手球、羽球、跆拳道、空手道。那其实呢，奥运有很多很可爱很匪夷所思的表演项目。在1900年的时候呢，还有放炮跟救火也是表演项目。那另外钓鱼啊、热气球啊、直球啊、放风筝这些也都是表演项目。今年还加霹雳舞了。对啊，而且街舞嘛。上一届东京奥运还多了滑板。对，因为它的主办国家有可以提出，就像我们4大运为什么直排轮那么厉害啊？对，是我们提出来有直排轮，我们提出的。对，因为我们直排轮大概20几年前就开始在栽培了嘛。是。而国父纪念馆都是小孩子在滑直排轮，我记得那时候。对啊。所以经过20年，他们终于对不对？大树厉害了这样。对，请2位到旁边休息一下，来加2000，1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也要选对时间。根据研究发现，什么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
A 早上8点 ，B 下午2点。请作答。院长都会举一些很奇怪的微笑，他都比较慢的，你看。对。好，终于要分胜负了。不一样。明德，你是最后选的，下午2点，请说。其实这2个我在想，这个以节目的逻辑，其实太阳，因为其实他们维生素 D 他们在晒的时候也要分不同的区域晒。那如果这个区域晒满了，它就没有效了。那早上，其实我在想说，那个紫外线的强度应该是下午2点，应该是直射，应该是照度应该是比较强的。所以我刚才想，可是我想这节目的逻辑会不会不小心让我们出 A？所以我刚才想很久，后来我决定还是 B 好了。我就是觉得可能到了中午时分的话，紫外线会太强，可能会伤害肌肤。我觉得很多人喜欢早起运动嘛，然后早起运动，那利用晒太阳来合成维生素 D 不是比较好？我们现在还有个选择嘞。那些做工的农夫的哪有的选择？早上8点就做了，对啊，就上工。管你坡长还坡短，就晒到快死。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下午2点。制造维生素 D3 最好的紫外线呢，其实在清晨跟傍晚都被大气层吸收或折射掉了。如果你觉得你在房屋里面或是车窗里面晒太阳也可以合成的话，其实是没有用，因为紫外线的波长也会被玻璃吸收掉，那根本没办法合成。如果你真的想要仰赖日晒的方法合成维生素 D 的话，诀窍呢在于不能在光影倾斜超过45度角以上晒，因为成效不彰。所以呢，你这样看一下这个角度最适合照日晒，然后合成维生素 D3 的时间点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正中央的哈。对，好，所以人家讲中午12点也没有错。对，最好的。请加1000。这16000，请加入潘明德的账户，请做。来，请回来，东东进行第2轮。他现在是22000了。来，接下来进入第2轮，请出题。运动好处多，请问要怎么做才能更有益心血管健康 ？A. 提升单次运动量 ；B. 提高单次运动强度。请作答。雅里选择的是提升单次运动量，只有你一个人选 A 哦。我觉得可能强度的话，可能对心脏的负荷会没有那么办法，可能。高强度的话，可能对于那种负荷会比较吃力一点。那我觉得把时间拉长嘛。我的想法是这样。佑明，理论上应该是把强度提升以后，可以增加消耗的量。像比如说做 HIIT， 我们就是中间要有一个强度要拉高，才有好的效果。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提高单次的运动强度。英国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运动的强度提高呢更有益心血管的健康。比方说，同样是走路，如果你每天14分钟的散步，把它改成7分钟的快走，你运动强度呢就能从低度提升到中度。不过成人最好每天都要运动哦，而且每周的话最好从事150分钟的中度的运动，或是75分钟的高度的运动。对，来，请雅里请到座，请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2024奥运万众瞩目，请问2024奥运取消了哪项运动 ？A. 轻艇 B. 棒球。请作答。你起来。碰到了，碰到了。你碰到就碰到了。你作答。这一切都命运的安排。我们没有听说我们奥运有棒球去比赛吗？没有，这一届没有棒球，对吗？下一届洛杉矶才有。对呀，因为他法国不盛行棒球嘛。对。但之前有啊，之前有进奥运。之前有啊，之前有。我知道，那看国家举办的，日本就会啊。对，绝对。对呀，你看上次巴西好像也没有，对不对？巴西也没有。对呀，他们不流行棒球，他就不要这个。看主办国啊，就像瓜哥讲，看主办国。你今天可能到荷兰，他可能就会哦，因为荷兰有职业棒球啊。对。澳洲有棒球啊。对。美国那更不用讲。看去哪里？对呀，那蜻蜓是全世界都有，对不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怎么可
其实呢，我们台湾人非常关注棒球哦。1992年的巴塞隆纳奥运被列入正式项目，那中华队呢在当年拿下银牌，是史上最佳的成绩。郭李建夫啊。对。2012年的时候，伦敦的奥运棒球就没有被排进排程啦，因为他打不赢嘛，就算了，不要。对，然后各方的努力，2020年东京奥运棒球重回奥运殿堂，但是只维持了1届。2024的巴黎奥运呢，棒球就再度没有列入了。东京一定要列入啊，他有机会拿金银铜嘛，他那一定要的啊。是，对，下次换我们主办嘛，啊。哦，我们直排轮。跆拳道都要有，全部都要有。举重、射箭，来网球、射箭，来请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晒太多太阳也不行，请问过度晒太阳可能会导致什么状况 ？A. 干癣 B. 秃头。请作答。会造成秃头，又明。因为干癣是一个皮肤的自体性发炎疾病，其实晒太阳会改善。所以晒太阳反而是一种治疗。那紫外线是有可能会造成落发问题变严重。把干癣治好，但秃头来了。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第一，秃头，紫外线过量呢会刺激你的头皮的角质变厚，那角质变厚就会阻塞那个毛囊了嘛，那当然就会导致落发啦。那另外呢，干癣就像刚刚医师说的，其实干癣的人呢反而应该要晒太阳，因为阳光能减缓干癣的症状哦。那曾经美国国家干癣基金会表示啊，维生素 D 跟紫外线一样，都能够帮助治疗跟预防干癣啊。晒太阳会秃头？晒太多，过量。这个是吴凤跟我说的，你知道吗？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很常跟吴凤录外景，然后每一次上山下来，他都在涂防晒。我说你到底在干嘛？他说再晒下去他没有头发。他本来就没头发了，不是吗？他就是有一点点，要好好保护他，要保护剩下的。对，好，来请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上下其手现在被用来形容不礼貌的侵犯他人身体，但在古代原本是指什么 ？A. 考试作弊 B. 整理服仪。请作答。好难哦，这题。对，考试作弊有可能，整理服仪。请作答哦。哎呦，好，要输赢哦。有可能考试作弊，有可能上下其手。那整理衣服本来就要上下其手，到底哪个是对的呢？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考试作弊。要怎么用上下其手作弊呢？就是手势嘛，你用你的手势高举或是向下来暗示对方，你就可以帮他作弊啦。那这个典故呢是出自于《左传》襄公26年里面。后来上下其手呢就变成引申成玩弄手段、暗中作弊，或是更进一步形容带有邪念、不礼貌的触碰人家的身体。9000块，请到刘雨柔的账上2万1了。来，其他请回来。接下来进行最后一轮呢，刚刚讲到这有3轮嘛，第3轮请出题。人类会觉得猫咪很可爱，是因为猫咪跟人类的婴儿有哪些相似之处 ？A. 脸部特征相似 B. 体型大小相似。请作答。哎呀，2个 A， 3个 B。尤淑婷，脸部特征相似。猫咪什么时候都很可爱，就是它的那个脸特别的可爱，就是长得萌萌的，对啊。那也不是说跟小 baby 长得大小不一样就不可爱啦，所以我觉得，感觉还是 A 比较对。我实在是想不到我们人的脸跟猫的脸，而且猫的种类好多哦，是像哪种猫？猫的体型也有大的啊，也有小的，很小的，也没到蛋大。因为狗跟猫的脸也差不多啊。对，因为之前曾经有人类学家研究过，说为什么这些幼型的动物对，它其实都那个，你会发现它下巴都比较短，然后它们会比较惹人，就是比较会对惹人爱，对，所以其实它们根据那个脸型。所以你觉得是脸部特征相似？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脸部的特征相似。我们大家看一下雨柔的脸哦，其实有一个脸叫做婴儿的图式这样理论，人类呢会本能把大眼睛、圆脸、小鼻子、小嘴巴跟婴儿特征相等的视为可爱，而且我们看到可爱的东西，我们就会想要保护它、关注它，所以我们人类呢会将这种婴儿的图式的效应延伸到动物身上。所以呢，猫咪跟人其实长得蛮像的，而且我们一看到猫咪，我们就会活化大脑的可爱反应。对，萌啊！所以你看，它就是猫脸，可爱的猫脸。3位请到旁边休息一下。是的，我们就老虎脸。来，请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超慢跑是时下最热门的燃脂运动，请问超慢跑时怎样做才是正确姿势 ？A. 挺直腰背向上提 ；B. 弯曲背部向前倾。请作答。挺直腰背向上，整个挺起来。对。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挺直腰背向上提。如果你跑步的时候驼背，或是像坐在椅子上，那你的腰后面会很容易受伤哦。那所谓的超慢跑呢，你只要想象自己像木偶一样，头顶上有根线把自己往上这样提拉起来的话，这样子呢，你的大腿前方的肌肉呢就不会受到这么重的负担了，而且呢还可以有很多很好练习跑步这些的好处。好，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久坐却没有时间运动，休士顿大学指出，坐着做什么动作可以有效帮助燃脂 ？A. 开合膝盖 ；B. 抬放脚跟。请作答。开合膝盖，这是尤淑婷的。我不知道他开合是这样开合还是这样开合。我开合膝盖应该是这样。但我也是觉得感觉这样子动的幅度比较大，感觉比较累了。抬放脚跟，抬放脚就是这样。对啊，感觉你坐着的时候抬放脚跟不需要出什么力。好，来，您的。是这样子啊，因为其实久坐然后没时间运动，其实这一题的原理应该是讲说，其实很容易造成就是深层静脉血栓。那根据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如果抬放脚跟，它其实可能是用到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对。那小腿在很多方面来说，他们都称为人类的第2个心脏，它有助于把那个血往回帮普回到我们身体里面去，所以应该可以减缓深层静脉血栓发生的几率。所以我选 B。OK。正确答案是 B， 抬放脚跟。美国呢，德州 Houston 大学呢开发出非常适合久坐族的简单运动。大家坐着的时候呢，反复抬起脚跟，再放下，就可以迅速燃脂，而且还可以改善52%的饭后血糖波动。但是有一个诀窍哦，就是你脚趾头是不能离地的，你只有抬脚跟，然后把它抬到制高点之后，慢慢放下，那反复进行同样的动作就可以燃脂了。来，请加1000。这个5000块，请灌入我们明德的账上，22000变27000。东东请回来。3轮比赛完毕的时候，我们请乡里来宣布他们的奖金。好的，佑明16000，雅里4000，雨柔21000，明德27000，舒婷12000。恭喜潘明德成为获胜者，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你获得27000块的挺好。来，潘明德，请插卡。金库，请打开。27000块是你的，但先经过我们密码提示，请出题。有2个密码给院长哦。第一个是总笔画38画院长的品格，第2个也是总笔画38画断骨接回。院长的品格，绅士的品格。那是韩剧的。韩剧是吧？对呀，应该久病良医哦。这个惠我良多。对，再生父母喽。华佗在世啊。断骨接回华佗在世。对。断骨接回应该是属于这种。对。你要选哪个？
断骨接回好了。来，请锁定断骨接回，这也没得选，38画对38画，或是38画。院长的品格他不好说啊，所以来看这4个字来，请说。你看，千冲字幕很谦虚。这个好的嘞，当然好的。对，千冲字幕也不好写，就是。对。那既然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你选择的断骨接回是什么。如果题目一出1分钟时间，记住清楚写字填密码，好不好？来。断骨接回，请出题，请拿笔。否极泰来，送钱了，是2万7，计时开始1分钟。好，清楚。会怀疑太简单，吃不到怎么办？对不起，要写07呀。清楚。不要因为太高兴了。11、12、13、13，清楚。清楚。1、2、3、4、5、6、7、8、9、10。闭嘴。来。1、2、3、4、5、6、7、8。停。好，否极泰来已经写好了，时间是40秒。也就是你答错的话，你要自己思考哪个字错，还有20秒可以更改，因为你的时间是1分钟，你只用了40秒。来，密码07131008，对或错？恭喜你答对了，一次就解决了。哇！恭喜恭喜！2万7，对。是的。哎呦，现金。那这个否极泰来比较好写，刚刚那个千可能还不见得好写。对，千冲字幕。哎，恭喜2万7，谢谢花哥。你有你的智慧变现了。对，否极泰来就是一切本来不是很好的事情，突然转变为好的，对，转好的方向。哎，都是好的。来，恭喜你，谢谢，真是让你否极泰来。对的。这2个成语都很蛮新学的，像千冲字幕的。千冲字幕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的谦虚，非常的谦和，然后自己呢修养自己字幕。像否极泰来，那有意思了。在易经8卦里面呢，否是最烂的。最烂的。对，那你怎么转到泰是最好的？怎么做？对，就是你一辈子不会运气都能烂嘛，对不对？我们这个有时候最烂的时间永远不会是最烂，但你好运也不会一辈子。那如何打逆风牌，这是很重要。对，我们相信大家都能否极泰来一样，对不对？好，今天恭喜你获得2万7000块，恭喜院长，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多运动，因为现在呢，我们的长照没有办法照顾到你，所以现在的老人家有观念也开始学习照顾身体，自己照顾自己。最好的健康方式就是把自己管理得很好，别人都不用担心。对，谢谢大家，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把智慧变现，身体要照顾好哦，谢谢大家，谢谢。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